大家好，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今天对 SAP 容器做一个 ARGUSDX 小钢炮脚本的适配。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 GitHub、Docker、VPS 3个平台中任意选择一个进行搭建。好，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做。好，首先打开勇哥的 GitHub ARGUSDX 项目。点击 sap.md， 首先我们注册 SAP 账户，我们点击这个注册链接，然后点击右上角这个账户的图标，接下来点击注册账户，然后名字你可以随便写然后这里的国家我就选择美国。那手机号的话，在某些时段中国手机号也是可以的，那建议大家还是国外的手机号。那这里的话，我就输入我的 Google GV 号。然后输入你的邮箱，然后公司的话，你可以随便输一个字母，它会跳出一些相关的公司，你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然后这里随便挑这个无所谓。然后这里打个勾，确定。然后要求验证邮箱地址，打开邮箱有一个验证链接，可以点击进行一个验证。它会要求你设置密码，我们把密码设置一下，点击继续。OK 已经成功注册激活，然后我们点击继续，点击 Try Now， 然后再次点击这一个蓝色的选项。接下来电话验证那电话验证你这里可以改其他地区的号码，如果这里提示超过5次无法接收验证码那它下面应该会有一个语音接收，到时你就会接到一个电话，它会把验证码告诉你。那我这里的话可以接收验证码，我们点击申请。那我输入我的验证码，然后点击继续，同意服务条款。OK 那个人试用账户的话，它有2个区一个美国，一个新加坡。那美国区的话，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创建成功。那我这里的话，先创建美国点击创建账户，等几分钟它才会创建完成。OK， 已经设置完成，点击继续，点击转到我的试用账户。好，它默认已经创建好了一个账户，因为我选择的是美国现在我们把新加坡也给建立起来。那我们再次点击右上角的创建，点击子账户，随便写一个名称，然后选择区域，选择下面一个新加坡，然后点击创建。那新加坡的也在创建当中。OK 创建完成，我们点击进入新加坡，因为新加坡这个区我们是后面加的，那后面加的这个区我们要进行一个设置，点击授权，右侧有一个编辑，点击，然后再点击添加服务计划，点击搜索框，输入 CL， 因为新增的它并没有启用内存，所以我们选择 CloudFoundry 运行时内存给选上，不然你是没有内存的然后打勾之后，我们点击右下角添加一个服务计划，你会发现这里多了一个 CloudFoundry 运行时，这里点击加号，加到4为止，然后点击保存，点击我们的子账户新加坡，接下来点击启用 CloudFoundry， 点击创建，然后我们点击右侧创建空间，空间的名称随便写，然后点击创建。做到这一步，创建完空间就大功告成了。那我们现在回到主页，那这2个区就设置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脚本的事儿。那勇哥的这个一条龙脚本有3种方式。第一种是 GitHub 方式，采用私库进行运行，当然它是没有定期保活的，方便那些手动启动的朋友们。因为 SAP 个人账户它是在北京时间每天早上8点10分，新加坡和美国这2个账户都会给你强制停止。那 Docker 方式和 VPS 方式，它们都是自带启动的，你什么都不用管它就自动启动了。首先介绍一下 GitHub 方式。那大家首先进入自己的 GitHub 账户，点击绿色的 New 这个按钮，那仓库的名称可以随便写，选择公开还是私有，我们肯定要选择下面一个带一个锁的标志，这个就是私有的标志。点击增加说明，点击打开，这样的话就设置完毕。点击最下面的绿色按钮创建这个项目，创建完毕。接下来我们点击 Actions， 然后再点击这一个创建一个工作流OK 接下来
点击 GitHub 方式带入到我这个 GitHub 代码，大家全部复制即可，全部选中复制粘贴拉上去，这里已经有几个标记了。那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在这里填写自己的账号，因为你是私库，别人是看不到你自己设置的账户以及密码的。变量简单的说一下，它们都是可以单账户，也可以多账户。你是多账户的话，必须每个变量按顺序依次填写，多个变量之间留一个空格就可以。注意在2个冒号之间，因为一个账户里面有2个区，所以你要写相同的2个账号空格，区别在于一个是新加坡区，一个是美国区，然后他们的密码肯定是一样的。然后下面比较关键就是他们的地区，地区码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一个说明，因为我们是90天的个人账户，它只有2个区，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美国。新加坡就是 SG， 美国就是 US， 注意要大写，输入 SG 空格 US， 然后下面设置每个账号的 UUID。那 UUID 的话，我还是随便生成一个空格粘贴一个 UUID 当然2个 UUID 你可以不一样。那这4个必填要素都已经填完了。那下面一个 APP 的名字，比如说我第一个设一下123456789，第二个如果我不想设的话，空格，因为多个账号中如果其中一个你想让它自动生成，就是不填的意思，你必须要用 No 来填充。我的 SG 新加坡的应用程序名称是123456789，而这个美国的 US 这个应用程序名称就是 NO， 它是地区码加邮箱。好，接下来下面一个选项就是 ARGO 选项，第一个变量 VMPTS 就是 VMAX 的端口，如果你想启用 ARGO 的话，这个端口必须要填，如果你不想启用就都空着。如果你想一个启用一个不启用，那你也要注意这个顺序。那端口的范围一般情况下0到65000之间随便挑。如果 SG 我想启用 ARGO 隧道，那我这里填一个端口12345。第二个 US 我不想启用 ARGO 隧道，不能空着，你必须要填一个 No 进行一个填充，那它默认就不启用了。相反如果你 SG 不想启用的话，那你第一个填 No， 第二个想启用就可以填端口。如果都不想启用，那就空着，啥都不填。那这里的话我也设置一下 SG 新加坡的我就不填，就不启用 ARGO， 我填 NO， 但是 US 的我启用一个 ARGO， 那我就写一个端口，比如说33333。如果你想启用固定隧道的话，那固定隧道的域名以及固定隧道的 token 都要写一下。又因为 SAP 每天8点多都会重置，临时隧道的话重置一下域名就会变，这样的话就很不方便，我们还是用固定隧道比较好。现在我们设置一下固定隧道吧，点击网络，然后再点击隧道，点击创建隧道，点击 Cloud File， 隧道名称随便写，点击保存隧道，然后把这个 token 给复制一下，粘贴到我们的记事本上。然后点击下一步，子域名称随便写一个，然后域这里选择一个域名，选择类型 HTTP URL， 我们直接复制下面这一段 LOC 开头，粘贴。我们设置的端口是33333，所以这里的端口必须一致，这里也改成33333。两边的端口必须保持一致，这个要注意。点击完成设置，因为 SG 这个节点空着，所以我用 No 来代替，然后空格，下面的固定域名就是我刚才设置的这个域名，这个域名的名称复制下来，粘贴。同理 token 的话，新加坡 SG 的同样用 No 来填充，因为是纵对齐，所以要保持一致，空格，然后输入 token EY 开头我们复制 token 粘贴。这样的话2个地区节点就已经创建完毕。那 SG 新加坡节点的话，它是没开启 ARGO 的，那 US 这个节点是开启了 ARGO 固定隧道。 OK， 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保存一下，然后点击 Actions， 然后再点击 SAP 多账户自动部署，再点击 Run Workflow， 点击绿色的Run Workflow， 然后再刷新一下，接下来它就会自动运行。然后我们进入看一下它是怎么在跑的。
OK 啊，那新加坡目前是晚上，资源比较紧张啊，它提示资源被抢光了啊，明天早上8点多再来吧。OK， 那现在部署第二个实例，第二个实例是美国的啊，美国我是没有设置自定义的名称，那它的英文名称就是地区加上你的邮箱地址。好，美区也提示资源被人家抢光了啊，那我再跑一次试一下，看一下行不行？再跑一次，我再次进入，再跑一次，新加坡还是失败。那美国这个可能成功了。OK， 我们点击这个链接，这个并不是 Gmail 啊，因为我可能这里有个 Gmail 标识啊，我们点击忽略。OK 啊，节点已经全部出现了，我复制一下，打开 Victory N 粘贴节点，全部选中，拼一下正链接。这个 VMAX 直连这个肯定是不通的啊，因为端口没有开通过。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第二种方式 ，Docker 方式。与第一种 GitHub 方式最大的不同啊，就是它自带了保活程序啊，就是你一条龙设置啊，保活你不用管啊，第二天早上8点10分，那它就会自动运行啊。现在我们演示一下，那这里的平台我用的是抓云服务器，注意服务器选择啊，最快的、延迟最低的，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要稳定。那我这里默认的还是德国，然后我们点击 APP， 然后创建一个 APP 的名称随便写，这里的镜像就是这个镜像，大家复制一下，就是 YGKKK_SAP_SBX。然后这里的配置，注意一律选择最低配置 ，CPU 选择 0.1， 选择64兆内存。那它这里的价格就是1美分 0.01， 因为它是不怎么消耗资源的，只是手动执行或者是定期自动执行。然后这里的端口不用选，什么都不用管，我们直接编辑变量，点击第一个加 add。那变量的话，跟我之前创建的 GitHub 的变量一模一样的，照抄过去就可以了。第一个变量名称，首先账户名称等于多账户之间空一格粘贴，然后密码等于回车。好，我这里都把该填的都填了一下，然后我们点击 add 确定。那这里相关变量都已经显示出来了，然后点击右上角创建这个 APP， 那它这里就会自动运行。我们直接点击 LOGS 看一下它的这个日志啊。那首先第一个新加坡实例啊 ，GitHub 已经部署过了，那它现在执行的是重启，它已经显示了啊，失败了啊，资源被人家抢光了，明天再来吧。第二个实例，因为我已经创建成功了，所以提示正在运行中，跳过执行。分享链接还是会显示出来，我们直接跳转的话，还是跟之前的节点界面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想手动执行一次的话，点击这里的重启按钮，就是 RESTART。那接下来第三种方式就是 VPS 服务器方式。提供了2个适合小白直接输入的脚本方式，那它也是自带保活，它可以自定义设置保活时间的间隔，根据大家的 VPS 服务器的情况啊，2个脚本一个不行换另一个都可以。好，那这里勇哥打开的是一台甲骨文云的 VPS， 那就输入第一个脚本吧，回车。好，我们选择1，添加变量，用我们之前 GitHub 里面的相关的内容啊，我们直接复制粘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粘贴错啊，粘贴错的话啊，你要退出，重新选择1进行一个粘贴啊，然后输入密码，继续复制。那比如说有一些同学啊，你只用指点节点或者是 Workers Pages 节点啊，我不用 ARGO， 那下面这几个你可以直接回车，全部跳过就可以。那后续我们进入脚本的快捷方式，可以输入 bash:/sap.sh， 我输入快捷方式，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填的一些变量，我们可以手动执行一次，我们可以选择2回车，那它就会自动跑起来，还是失败了啊。资源被抢光了，这个可以预见啊，跟之前的是一模一样的。第二个实例，美区的话，结果也是一模一样，正在运行中，执行跳过。
那这里的话，勇哥介绍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使用 workers 或者是 pages 的反带方式，启用 vless 加 ws 加 tos 的 CDN 啊，你可以替代 ARGO 的 CDN。那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回到主页啊，我们点击 workers pages， 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workers， 我们点击右上角创建应用程序，从 Hello World 开始使用，名称随便写一个，点击右下角部署，然后点击右上角编辑代码。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代码粘贴上去。那代码的话就在勇哥的 ARGOSBX 项目有一个 worker.js 这个文件，我们点击，那我们先复制一下，粘贴，然后把这里的域名2个字改成 SAP 分配给你的域名，我们可以直接在节点上面进行复制。这个域名就是默认的直连节点，它的一个地址就是这个地址啊。我们全部选中啊，复制，粘贴，然后点击右上角部署。我们点击这里的发送请求，我们刷新一下，它就会显示恭喜部署成功。但是这个 workers 域名默认是被阻断的，那这里的话建议大家还是添加自定义域比较好一点。添加自定义域，我们点击设置，然后点击第一个添加自定义域，然后选择域啊，注意这个域名，你的域名已经解析在 CF 上面，最好带上你的2级域的前缀名称。那我这里随便写一个 OK 啊，那这一步就是跟 CF vless 绑定自定义域操作是一模一样的。点击添加域。好，这里显示了你刚设置的自定义域之后就可以了。接下来我把这个域名直接复制到我的节点上，我们可以启用 CDN。第一个节点是直连节点，那我这里克隆一个克隆配置文件。好，克隆的节点在最下面，我们点击，然后把我们这个自定义域名啊直接复制过去啊。我们选中，首先把地址改成自定义域，然后把这里的伪装域名改成自定义域，然后下面 SNI 改成自定义域，然后点击确定。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节点就变成了优选节点。我们拼一下它的真连接，应该也是通的。那其实这个就是 CDN 优选了，你可以把地址改成其他的任意的优选 IP 3w.visa.com.sg， 确定。真连接测一下，那它也是通的，那这个就是优选 IP 了。然后我们再设置一下下面一种方式，就是 pages 方式。同样的，我们点击创建应用程序，点击 pages， 然后选择拖放文件，点击开始使用。项目名称随便写一个啊，点击创建项目，然后这里上传压缩文件或者是文件夹。那这里的话，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点击右上角选择第一个下载，点击下载未经验证的文件。OK， 已经下载完成。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文件，通过记事本方式打开，因为我们要改动它的域名，我们就是把直连节点的这个域名复制一下，域名这2个字给覆盖掉，跟之前 workers 的操作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再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保存好之后，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夹吧，然后把这个文件给拖到里面去，然后再把这个文件夹拖到这里啊，拖进去之后，它会自动上传，显示已上传成功就 OK， 然后点击右下角部署站点。OK， 那这样的话就部署完成。这个其实跟 CF vless pages 的部署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它这里默认生成了一个 pages 的域名，我们可以直接用。那同样的，我们直接复制这个 pages 的域名，然后我们再克隆这个 workers 节点吧，跟原来的操作是一模一样的，地址可以改成这个 pages 域名，再复制一下啊，下面全部替换掉。域名更改完，点击确定，那默认这个 pages 的域名就是 CDN 优选 IP 了。我们测一下真连接，它也是通的。OK， 当然你也可以改成其他的优选 IP 啊，这个随意。有些地区可能把 pages 的域名给阻断了，那你可能要开启分片，或者你也可以直接用自定义，这也可以啊。好，那勇哥的这个 SAP 的脚本就简单的说到这儿，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勇哥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